我妈妈让我来抽什么？妈妈，你说这个抽什么？抽菩萨的红包。菩萨的红包，这不就是你包的红包吗？菩萨的红包是1年才1次的，跟抽签一样的。这种红包里面有内容的，就是跟签一样的，也有小钱。也是带来好运是吧？是啊，带来好运。姐姐他们抽了吗？姐姐他们抽了，她拜年拜了就抽了，我们那些姐妹也是拜了菩萨，她就抽了，每人1条。我就拿万事如意的。这里面有5块钱，然后这个是写的什么？我看一下啊。你们执着什么？执着在于自己的得与失，执着得与失，执着得失，就永远在烦恼之中。红尘就好像苦海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可是这一波又一波的，需不需要在内心自己去抚平？你们是不是常讲？哦，你们不是经常讲无风不起浪吗？他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不要在意得失，是吧？不要那么执着，就是说不要那么固执，做什么事。执着呢，得与失嘛，就是说执着你就会失去很多东西，执着得失就会永远在烦恼，在你生活当中就会自找的很多烦恼。所以说，不要太执着于得到与失去，需不需要在内心自己去抚平？哦，就是说这些是要自己从内心去找，从内心去把这些烦恼这些要去磨平嘛，是吧？这别人是帮不到你的，要靠自己的内心去抚平。对，无风不起浪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太执着于得与失，我们就不会有烦恼。这个传统文化的，我们都是学传统文化的嘛。就相信传统文化的人就可以抽。孝悌忠信礼义严辞啊，五伦八德啊。孝悌什么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。是啊。还有什么？我们是学这个是传统文化嘛。学习这个传统文化的人，他就可以抽你这个红包。对，邻居这些，活孝木啊，孝父母啊，重时针啊，对吧？对。教你怎么做人，做善事，改命运。那我就把这个当做我2021年的一个箴言，人生箴言，我把它放在车上吧。我妈妈刚刚给我的那个菩萨的红包里面有那个箴言，箴言说的是呢，人不要太在乎得到与失去，如果太执着于得失的话呢，就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在新的1年里面呢，能够不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烦恼，不要那么在乎得到跟失去吧。今年惠州这个春节天气一直都很好，没有下雨了。自从我上次回去贴对联之后，就一直都是晴天。然后我们小区那个天鹅都在这里欢快的游泳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天鹅过来了，我游得好快哦。我们这小区原来有3、4只天鹅，现在已经有7、8只了，很多了。我的车就是停在这里的，因为那个玻璃水没有了，所以准备用一下这个玻璃水的泡腾片，没有用过，听网友推荐的，往里面倒水，然后再放一个泡腾片就可以用了，好像比外面去买那些玻璃水要便宜很多，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，试一下。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泡腾片，不知道好不好用，听网友推荐的，所以就用一下。不过这个确实比玻璃水要方便很多，玻璃水的话要买还得去那个实体店买嘛，这泡腾片的话我是直接放一片进去，然后往里面倒水就可以了。哇，这掉了太多树叶了吧，天哪。我还买了这个倒车的小圆镜，视野更宽敞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很抱歉，我又停更了好几天了，可能停更了有7天这样子吧，1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几天我们都在走亲戚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亲戚这里走一下，那里走一下，确实不太方便拍摄。其次呢，其实我在大年30的时候啊，我跟我妈妈去买花，年花，然后年夜饭的时候也拍了一下，但是呢，那个视频我没有发出来。
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妈是吃素的嘛，我跟我妈大年30就我们2个人吃年夜饭，做的菜也比较少，都是蔬菜，所以说我担心大家，我发出来之后担心大家对广东人对客家人有什么误解啊，因为我们客家人吃的就那么点菜。然后我看到网上大家发的那些年夜饭团圆饭，哇，10几个人好热闹的，都是10几个肉菜我感觉这样子发出来的话确实不太好，所以我就没有发出来了。年初1、年初2我有陪我妈到周边去逛逛，比如说惠州植物园还有海边，但是呢真的是人山人海。直到今天，因为昨天我已经走完亲戚了，然后今天就有时间可以出来做做自己的事情了。我妈妈给我抽的一个红包，把它放在车里面吧。车上呢还有一个红包是我姐让我放在车上的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钱，我没看。有有20，我姐让我放在车上，大吉大利。然后这2个是我妈妈让我放的。我现在要先去加油了，因为油箱已经见底了，一格油都没有。好吧，出发吧。这个反光衣是买那个灭火器送的，放在这里。这个天气太好了，感觉心情也特别好。我们这边停车费其实还挺贵的，我应该把车停在江边，停在江边就是免费。我妈妈还叮嘱我，就是提醒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给那个门卫、给那个保安一个红包，因为之前出门的时候一直忘了给。停车费20元，然后这个是给他的红包。你好，春节快乐啊！刚刚给门卫的那个红包其实不大的，只是讲究一个好意头，因为其他的门卫都已经给了，就差那个放干的那个门卫叔叔没有给，所以我妈妈一定提醒我一定要给。之前有好几次出门都忘了给了，今天就顺利的给到了。斑马线处右转，进入水北湖路。我现在加完油回到小区门口了，然后在这里找了个停车位，太棒了！这个停车位是免费的，停在这里就好了，而且就在小区门口，要开车也特别的方便。我刚刚加油呢，一共是加了338元的，然后我算了一下这个油耗，100公里呢是10.3个油，感觉这个还挺高的。可能是跟我个人的开车习惯有关吧，因为我是个新手嘛，开车的话呢，我加的油不太均匀，加的油大了一会儿呢又要踩刹车，所以呢可能是在市区里面这个油耗它就比较高，可能跑高速的情况下它的油耗会低一点吧。下次试一下去跑一下高速吧，看看这个油耗怎么样。反正这次油耗应该算是比较高的吧，不过算下来其实也不贵，每公里就6毛多吧，这样子还好吧，能接受。然后现在呢，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年收到了多少利是钱。每年最开心的就是这么一天了，就是可以把自己收到的所有的利是，就是这个红包全部拿出来，看看自己收到了多少钱。今年我算是比较感觉收到的红包比较多的一年了，因为今年走了很多亲戚，初7了嘛，很多人都开始上班了在我们年轻人眼里，其实这个年已经基本上过完了，所以说可以把红包拿出来，算算自己拿了多少红包钱。所以这个就是今年拿到的所有红包了，是不是很多？大的小的全部都有，特别多。今年真的是收获特别多的一年，因为除了见亲戚还有见到一些就是不认识的人都会给我包红包。虽然我知道这个金额可能不会很多，但是呢广东人就是这样子广东人包利是就是讲求一个利利是是，一个好意头。虽然他不一定认识你，但是呢也一定会给你包一个红包。其实给红包在广东真的就是讲一个好意头了，也不是说要攀比什么的。因为广东人每到过年的时候，尤其是我亲戚我不知道大家的亲戚是不是这样子，每到过年的时候呢一定会去银行取新钱，5块钱、10块钱、20块钱取的是最多的。因为呢这几个钱包的是最多的，5块、10块、20块，我妈妈就取了很多，都是新哒哒的。我这里车上还有一沓，这都全新的，他给我给那个停车费来着。礼轻情意重嘛，这是一种好意的表达吧，谢意的表达，就是从小的红包拆起。第一个就很大一张，50块，50块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张了，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收到的都是10几20块，这个看看是多少，20，
小时候真的超级开心的拆红包，但是所有的红包都要上缴。这是10块钱，哇，50。我觉得今年收的钱应该会很多很多。哇，100，一般100的都是亲戚才会包的，一般亲戚才会包100，也是100，不会有这么多100吧？那今年感觉大家都赚到钱了哟。10块，10块，20块，10块，果然10块钱是最多的。50块，5块，居然有一个5块的，5块钱的应该是不认识的人吧？可能是小区的阿姨啊，我都忘记了，因为确实有小区的阿姨给我包过红包，应该是不认识的人包的。一般认识的都是10块、20块，然后亲戚就50到100这样子。5块，这是第2个5块了，要拆这个大红包了。大红包应该是至少100以上的，不然不会包那么大。看一下，就一张吗？啊，这个只有一张100，一张100。哇，这个好多，一张、2张。这个只有200，可能是包错了。我感觉一般不会包200的，一般都是100、300、500这样子包的。这个可能包错了，应该是漏包了一张，应该想包300的，我估计是这样子。哇，这个挺多的哦。这个是谁包的？我都不知道是谁包，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拆。应该是1、2、3、4、5，要么是我妈妈，要么是我姐。这个是包的500的。应该是最多的，不可能有比500再多的，肯定没有。这个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00的就只有家里人才会包这么多的。300，这个是300。因为我是没有结婚的嘛，所以很多人见到我呢，他们都会给我包红包，不管大的小的。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反正我妈呢也是，我妈妈她看到不认识的，就小区里面的小朋友都会塞一个红包，然后给这边的小区门口的门卫也会，然后看到了也是给一种利是，代表一个好意头。哎，在广东能收到100块钱的红包已经是很了不起了，真的。2040，今年可能是我收的红包钱最多的一年了，因为确实是我没有收到过2000块钱以上的，就是所有红包加起来2000块钱以上真的没有过。我作为后辈啊，收了很多长辈的红包，其实我也有给长辈包红包的，给我妈妈、给我的叔叔、舅舅、阿姨、婶婶他们都有包红包，当然也是100-200了，就是不多，也是讲究一个好意头，就是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大吉大利这样子。好吧，这就是今年我收到的红包钱了。今天分享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估计2-3天就能出发了，因为这个快递显示最晚一个快递显示是2月20号到，然后2月20号呢我就应该能够准备好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今天又看了我日常的一集，下一集希望更精彩，拜拜。